Google 改变了人怎么找资讯，手机改变了人怎么上网，而现在第三次真正大的变化已经开始了。但是这一次变的不是人怎么搜索，而是以后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人自己在搜。接下来12个月，越来越多人不会再自己一页一页去看网站，一个一个去比产品，而是直接把任务交给 AI agent， 他会替他们去查、去比、去筛、去做 shortlist， 最后把答案交回来，谁被选中谁就拿到订单，谁没有被看到，连进入候选名单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可能会成为自从 Google 诞生以来，客户发现企业方式最大的变化之一。而且现在真正认真在讲这件事的人还很少。我已经把整套 Google AI 从工具到系统整理成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，里面不只是工具，还有我整理出来的完整系统地图、工作流和可以直接用的模板。点击下方说明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领取。看完这支视频，你会带走3件非常实际的东西。第一，你会看懂 AI agents 到底是怎么买东西的。他们不是像人一样看网站被品牌故事打动，而是自己去扫数据、比结构、抓信号、做交叉验证，然后快速做推荐。第二，你会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在看什么，什么样的网站对人看起来很好看，但对 agents 来说几乎等于不存在。第三，我会带你把你的网站一步一步改成 AI agents 读得懂、信得过、愿意推荐的状态。不是讲概念，而是讲你接下来这1个星期到底应该改什么。你好，我是 Terry Ong。 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做营销，实际上他们还在针对人怎么搜索这套旧世界做优化。但现在的问题已经慢慢变成，如果以后不是人先看到你，而是 agent 先看到你，你还会不会被选中？我们先把大框架讲清楚。过去线上的商业世界有2次真正巨大的流量迁移。第一次是 desktop internet， Google 出来之后，谁能在第一页被看到谁就赢。那些很早就学会 SEO 的公司吃了10年的红利，而很多竞争对手甚至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第二次是 mobile， 智能手机改变了一切，谁更早转向 mobile first responsive design 快加载 App 思维，谁就拿下了后来还一直握在手里的市场份额。很多等太久的企业后面其实没有真正追回来。而现在我们站在第3次变化的开头，这一次不一样，因为前2次改变的是人怎么找，这一次改变的是谁在帮人找。以后不再是你的客户自己在浏览你的网站，而是他们的 AI agent 先来扫你的网站，抓你的数据，在1秒钟内拿你跟30个竞争对手做比较，然后在人类还没真正点进页面之前，就先完成一轮推荐。这个趋势不是5年后的事，是现在的事。OpenAI 官方已经上线 Shopping Research， 而且在今年又继续升级了更完整的 Product Discovery 体验。Google 也已经把 Gemini in Chrome 和 AI Mode in Chrome 持续往前推，而 Perplexity 也一直在强化带来源、带比较的产品推荐和研究式搜索。过去25年，客户基本是这个样子：一个人有问题，然后去 Google 找答案，点几个链接，进几个网站，看一看，比较一下，最后做决定。也就是说，从 awareness 到 consideration 再到 decision， 每一步都还是人自己在做工。但是现在开始变成另一个样子，一个人不再自己慢慢看，他只要对 AI agent 说一句话，比如帮我找一家每个月预算5000以内最适合我电商品牌的营销公司，然后 agent 就会自己出去访问大量网站，抓价格，抓服务内容，抓评价，抓案例，再去跟品牌提及第三方资料，交叉验证，最后只带回3家推荐。人类做的只是最后在3家里面选一个，甚至他可能连一家官网都没打开过。你看到的不只是流程变快，而是整个 funnel 被压缩成一场 AI 对话。网站不再需要先说服人，而是得先说服 agent。 而问题就在这里， agent 不在乎你的设计是不是很漂亮，不在乎你的品牌色是不是高级，也不在乎你的 headline 写得多有创意，他只在乎一件事：我能不能从这个网站里快速、清楚、可靠地提取出有助于我替我的用户做决策的信息。如果答案是可以，你就会进去他的 short list 里，
如果答案是不行，你在这个新世界里等于不存在。所以真正的问题来了， AI agent 到底在看什么？这个部分非常重要，因为一旦你知道它在看什么，你就可以反向设计你的网站。第一，它看 structured data， 也就是 schema markup、JSON-LD 这些机器能读懂的结构化数据，这是 AI agents 的语言。它靠这些东西来知道你这页到底是什么，你卖什么，多少钱，适合谁。如果没有这些结构化标记，你会很容易直接被忽略。现在这件事不只是 SEO old school 技巧啦，因为像 Google 刚推出的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， 本质上也是在替 Agentic Commerce 建立一种更清楚的机器语言。它让商家、平台、支付系统和 AI agent 可以更标准化的沟通。第二，它看 Content Clarity， 也就是内容到底够不够清楚。这个不是看你会不会写很聪明的 marketing copy， 而是看你的内容是不是清楚、具体，机器可以读。你卖什么，怎么运作，多少钱，适合谁。如果这些答案埋在5段品牌故事里面， agent 不会慢慢体会你的情怀，他会直接跳过。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意识到的点，就是那些原本为了无障碍而做的事，比如 area tags、干净的 HTML 结构、清楚的 label，现在刚好也变成让 AI agent 更容易读懂你网站的基础。也就是说，过去你以为 accessibility 是为了人，现在它同时也变成了 AI visibility。第三，它看 API compatibility， 因为 agent 不是只读文字，它也在找能不能直接接进去做事。如果 AI 可以通过干净的 API 直接查你的库存，拿你的价格，预约你的服务，甚至完成下单，你的优先级会高很多。反过来，如果它只能靠爬你的首页去猜，你的胜率就会下降。Google 的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这一点现在已经有公开的资料支持。UCP 是为了让 Agentic Commerce 能从 Discovery 一路走到 Checkout， 支持更顺的 Agent 购物流程。也就是说，谁先让 Agent plug in， 谁更容易拿到交易。第四，他看你在全网的 Reputation Signal，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。Agent 不会只信你自己网站上写的东西，他会去交叉验证品牌提及、评价、情绪倾向、引用、第三方内容。如果全网几乎没有别人提到你， Agent 对你的信任就会比较低。他不是只读你自己说了什么，他也看别人怎么说你。第五，他看 freshness， 也就是信息够不够新，这个也是很多企业最容易忽略的。页面最后更新是什么时候？内容是不是长期没动？案例、评论、定价是不是停留在几年前？ AI agents 会明显偏好更新鲜的数据。如果你的页面的资讯看起来很旧，你就会显得不可靠。因为现在不管是 Google 还是 OpenAI 的 Shopping 或 Research 产品，都越来越强调实时性和最新上下文。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你会发现这些信号很多其实都不是完全新的。结构化数据、清楚的内容、强品牌信号、持续更新，这些本来就是传统 SEO 里有价值的东西。只是到了 AI agent 的时代，这些已经不是 nice to have， 而是 entry ticket。你少一项不是扣分，而是可能直接出局。好消息是，现在大多数竞争对手根本还没意识到这件事，所以现在要脱颖而出的话，门槛反而很低。你不是要比所有人做得更完美，你只要比那些还没开始行动的人先准备好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实用的一段，那就是5个让网站 AI agent ready 的动作，再加一个长期优势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先做 schema markup， 而且是每一个重要的页面都要做。产品页要有 product schema， 服务页要有 service schema，FAQ 要有 FAQ schema， 评价页要有 review schema， 这是影响最大而且最快能做的动作之一。你花1个下午，几乎就能让 AI agents 更清楚地理解你卖什么。这就像去一个1000人 networking event， 每个人都带着名牌，只有没带名牌的人就像是隐形的一样。如果你现在要真的开始做，方式可以很直接，先列出你最关键的页面，那就是首页、服务页、产品页、定价页、FAQ、案例页等等，然后从这些页面开始，一个一个补上对应的 schema。不要想着一次改完整站，先改最重要、最能影响决策的页面，因为 agent 最先看的
不是你的博客的情怀，而是那些能帮助判断买不买的页面。第二个动作，把关键页面重写得清楚，不是 cleverness， 是 clarity。每一页都应该用很直白的语言，主要回答4个问题，那就是你卖什么，适合谁，多少钱，怎么运作，尽量用短段落，明确标题，必要时直接上表格。你写的对象不是一个会慢慢欣赏你品牌故事的读者，而是一个很聪明、很字面，而且完全没耐心的读者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要改，你可以这样做，打开你最重要的一页，比如服务页，然后从上到下看一遍，只问自己4个问题。如果我是一个机器，这一页有没有在1分钟内明确告诉我他卖什么、给谁、多少钱、怎么开始？如果答案不是非常清楚，那你就重新写。不要先追求文案很有感觉，先追求信息非常明确。第3个动作，把网站打开给 Agent Interaction。如果你卖产品，就让库存、价格、规格这些东西可以通过干净的数据 feed 或 API 渠道。如果你卖服务，就让预约、档期、方案这些东西可以被 Agent 查询。那些允许 Agent 直接查库存、比规格，甚至完成购买的企业，会更容易被优先推荐。Google 这边无论是 UCP、Merchant Center 新属性，还是 Business Agent 方向，其实都在强化一点，那就是平台希望商家别再只把自己的网站当一个静态展示页，而要当成 Agent 可以接入的系统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卖的是服务，你可以先做一个最现实的版本，把预约链接、可服务范围、交付方式、常见报价区间、回应时间这些信息先整理成一个 Agent 容易抓的格式，不是等你哪天有空再做 API， 而是先让关键交易信息不要再藏在 PDF 或联系表单后面，先从能读懂开始，再往能接入推进。第4个动作，建立全网品牌信号。你要做的是让行业媒体提到你，去拿相关平台的评价，做别人愿意引用的内容。因为 Agent 更信任的是别人也在说你，而不是只有你自己在夸你自己。这一点在传统 SEO 时代就已经成立，但是在 Agent 时代只会更重要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做很实际的动作，不是发更多漂亮的社交媒体，而是去问我的品牌在行业里到底有没有被别人提及，有没有第三方评论，有没有别人愿意拿来引用的资料、数据、指南、案例。如果没有，你的网站再漂亮，也很难在 Agent 对比里占到优势。第5个动作，所有核心信息都要保持更新，给页面加上 last updated date， 核心内容每季度要 refresh， 评价和案例定期更新。陈旧的内容资料是信任杀手，这个在今天尤其重要，因为当平台越来越偏向实时推荐时，旧资料会越来越像风险信号。所以你现在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，把你网站最重要的10个页面列出来，检查最后更新时间，哪些价格还停在旧版本，哪些案例已经过时，哪些 FAQ 其实现在已经不适用了，先更新这些。不是为了让网站看起来勤奋，而是为了让 Agent 判断你是一个 still alive、still reliable 的 business。 接下来第6个动作，而且我认为这是长线优势最强的一步，不是只让 AI 读懂你卖什么，而是主动教 AI 你是谁，你属于哪个 category。 不要只写我们是一家营销公司，你应该写得更具体，比如我们帮助 SaaS 公司从100万做到1000万，通过 performance marketing 去扩大。你要做 comparison pages， 要写 category specific guides， 要发布能把你和某个细分领域牢牢绑在一起的 listicles， 前提是你真的有那个 authority， 不要乱吹。这个动作的核心不是做内容量，而是做 category association， 因为 AI 是靠大量一致信号来形成品牌等于某类问题的解决者的判断。你越具体越一致，它越容易把你和那个类别绑定起来。一旦这个关联建立，后面才会出现复利。再来，我想多讲一句，因为它非常符合现在的 AI 搜索逻辑。过去很多企业喜欢写那种什么都能做、谁都能服务的文案，觉得这样范围更大。但在 Agent 的时代，模糊通常不是优势啊，模糊通常意味着你在任何一个具体分类里都不够明显。真正有利于推荐的不是大而全，
而是在某个类别里你被明确、反复、一致的识别出来。最后，比做什么还更重要的点就是什么时候做。每一次互联网大迁移都会有一个窗口期。SEO 在2003年那一批最早看懂的人，很多今天还在第一页。移动化在2010年左右最早全力转过去的品牌，很多到现在还拿着那波市场份额。生成式网页和 Agentic Commerce 这波也有窗口期，而且这个窗口会比过去更短。一旦 AI Agents 开始在某个类目里不断推荐某些品牌，这件事会自己加速。更多推荐带来更多流量，更多流量带来更多行为数据，更多数据带来更强 authority， 更强 authority 又带来更多推荐，它会形成 flywheel。先上车的人不只是早一点，而是每天都在转得更快。后面才进的人不是从零开始，而是在爬一个已经被别人启动的坡。所以今天这支视频真正想说的，不是 AI 内容工具很厉害，也不是快去学几个 ChatGPT 技巧。真正的机会不是在这些表层，真正的机会是确保当 AI Agents 开始替人做购买决策，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们选中的是你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做营销，实际上还在做旧世界的优化。他们还在想怎么让人多停留10秒，怎么让颜色更漂亮，怎么让 headline 更巧。但下一波的关键问题已经变了，不是人会不会喜欢你的网站，而是 agent 能不能读懂你、信任你、接入你、推荐你。如果你想把 Google AI 变成你工作的系统，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。里面包括了15个 Google AI 工具完整地图、5条变现工作流、15个可直接复制的 prompt 和7天的执行清单。你可以在下方的说明区找到链接，直接免费领取，先拿去用，再慢慢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系统。真正拉开差距的，不是等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以后再开始跟着改，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在窗口还没关之前，你先把自己放进下一个系统里。如果你想摆脱低效的忙碌，建立一个真正能为你赚钱的系统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Terry On，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